对投资的概念和理解都不一样。有些人认为投资股票是能够让你输到跳楼的事情，有些人认为投资黄金最稳最安全，有些人觉得人类生存需要食物，所以投资黄豆不怕亏钱。有些人选择不伤脑筋，直接让基金经理为他打理投资。从这几个例子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股票、黄金、石油、基金、期货、房地产等等等，都是可以拿来投资的产品。投资的方法林林总总，投资的渠道选择众多，投资的产品琳琅满目。最好像你在购物一样，你知道要买什么，怎么选才会买得开心，用得满足。你只要掌握了投资的知识，你才能愉快地累积财富。老公，你看一下我有什么不同？老婆啊，你不要问我这种我们男人最怕的问题好不好？你看一下，你仔细看一下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剪了你的刘海，对不对？那是上个星期，好，换了唇膏的颜色，对。那是昨天。那真的不知道了啦。老公，啊我做了一点小小的投资，啊！你去隆胸啊？比隆胸更好。我去买了 Push Up Bra， 穿上了之后，我很有信心，我可以参加 Paris Fashion Week。是 Paris， 还怕你？还是说？印尼的巴黎也差不多的。老公，你不要笑，你自己，你必须做一点投资，这对人生很重要。我很 perfect 啊。Look here， 哈，怎么？这搓东西，我觉得你投资一点，加几条啊，好不好？需要吗？不用吧。啊，你看你鼻子，一定是开太多船了啊，都歪了，风吹都歪了。没有啊。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啊！还有，这 no more muscles， 怎么都不用了你嫌东嫌西是吗？好啊，那我跟你讲，你有个投资，你可以去投资一个新的老公。C'est une bonne idée, c'est brilliant， 哦啦啦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？啊，对，现在要聊一个我非常个人很感兴趣的话题，就是投资。大家有没有投资呢？都有。OK， 没有投资的请举手。哦 ，Jennifer 没有投资。我本来以为 Renatus 会第一个举手，因为 Renatus 是最年轻的。Renatus， 你 You sure you got 投机？哦，一点啊，一点。有一点，你一点是什么？股票哦。那个最小的竟然。OK， 接下来我们 offline 聊一下，你跟我讲你投资什么股票？因为我这把年纪了，我都还没有投资呢，股票。Jennifer， 你没有投资？我的薪水还没有这么高，而且我觉得很危险，因为我对这个 market 没有一定的认识。因为我的性格就是我不知道的东西，我不会那么敢去碰。Jennifer 讲的也是对，如果你不明白的话，我宁愿你不要去动股票。因为你会一定会烧到手，你一定会跟着朋友买什么你就买什么。像我家就是朋友介绍，然后你要不要一起投？然后就好啊，一起投，然后就真的烧到手。然后我朋友也是这样子，因为她跟着她的男朋友的家人去投，然后不仅就是人财两失啦，就是男朋友也分手了，然后她的钱也没有了，然后就是对，我开始投资的时候呢，我会觉得其实储蓄是很好啊，因为呢，你可以把它放在 fixed D 或者放在那个户口里面，看它慢慢的涨。可是我预算了过后，我发现哇，我要过了30多年，我才 finally can retire。所以想到这一点呢，我觉得可能要找其他的方式，让我的那个储蓄更加快的增长。
OK， 那什么是投资呢？对我来说，投资就是钱生钱呐，就是说你放在那边，你用你的钱让去生钱这样子。可是，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钱生钱，它是需要方法的。那为什么说很多人投资烧到手，是因为他们就以为买了就会赚钱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如果你不投入时间，你去研究的话，你凭什么去赚那笔钱？老婆，我的投资翻倍了，一夜之间翻了10倍，我们发财了。你投资什么？哎，你说有什么投资是在一夜之间可以翻10倍的？哦，你是不是投资哪家公司的蓝筹股、潜力股、增长股，投资报酬率这么高？都不是股票。你投资信托基金4个亿，哦，你投资债券基金대박。哎，不是，那你投资什么？我做了小小的投资，我买了4D啊。très bien。你说你赚10倍，你是1万、2万？小小的投资买了1块，中了10块，你说是不是很厉害？一夜之间10倍耶，你说是不是很厉害？那就是赚9块喽。今天晚上加菜，我去买佛跳墙，还有鲍鱼，你要吃什么？ It's OK。买黄瓜哈。哎，你改吃素啊？对。哦，那我去买啊。买4D叫做投资啊，那是投机吧？你把这10几年来买4D的钱凑在一起，你何止花1块啊？简直就是赔钱嘛！你个笨蛋，笨蛋。在多数人的认知里，低风险低回报，要有高回报，必定得参与高风险的投资。于是看到所谓的达人告诉你什么1年10倍回报啊，3年内成为百万富翁等等的广告，就认定是的，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，要敢冒险才能财源滚滚。然后就抱着破釜沉舟的想法，冒着高风险的投资，赚了觉得自己勇者无惧，亏了就哭诉股票害死人。那些经历过几次金融危机的父母，看过了许多倾家荡产的例子，多数会告诉孩子们，千万不要买什么股票，搞什么投资，好好的考一张文凭，打工存钱就能安安稳稳过一辈子。如果能够进入政府机构，就等于捧了一个铁饭碗，一辈子都不用愁了。在父母一辈的年代，或许这么做并没什么问题。然而，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这件事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靠铁饭碗过一辈子的计划已经不符合现今社会的经济诉求了。想要衣食无忧、轻松地享受晚年生活，为孩子创造更美好的未来，我们的思维就得顺应时代而转变。因为不管如何省吃俭用存钱，我们都赢不了通货膨胀缩减我们的存款价值。因为担心风险而拒绝投资，就跟应验废时一样。但是你可能想过，如果你会辨别风险，其实就不需要冒险。明明看到地上有香蕉皮，你还会踩上去吗？而且你知不知道，有时用对了方法，低风险投资同样可以取得高回报。因此，追根究底，掌握正确的投资方法，知道如何避开地雷，才能够让你每天高枕无忧、安心投资的不二法门。哇，真美！감사합니다。我说花啦。 How dare you！ 老公，我跟你说，我的姐妹呢跟我分享最近很多公司的股票很好投资的，可以赚钱。你说我们要不要买一买？哎，说的也是啊，因为疫情，现在股票市场是乱糟糟，很多的股票都往下了。我们应该趁低的时候买，然后高价出售，赚它个一大笔。可是疫情啊，就像夏威夷的海浪一样啊，一波又一波的，高高低低，高高低，我很怕。说的也是啊，听起来确实是很高的风险啊。我们又不是什么百万富翁、有钱人的，我看算了。
我很有钱的哦。I don't know about you，but 我很有钱，我有车有房子，3餐吃得这么好，还有这么帅的老公。你看，我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。其实呢，我们做什么事情啊都有风险的哦。插花不小心给玫瑰刺到，小人哦，工作风险。哦，去巴沙给车撞到，嘣哔嘣哔嘣。交通风险。看韩剧不小心爱上欧巴，撒浪嘿哟。精神出轨风险。什么都有风险。老公偷吃，离婚风险。很危险。那各位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阶段？就是你觉得你薪水不够高、不够钱，所以还没有这个所谓的能力去投资，然后就是有没有怕风险？很多人觉得投资需要一大笔钱，我起初的想法也是这样。薪水刚开始的时候也是1500块，我的好朋友明耀就说，其实你有真正的知识，你是可以the stock market is 其中一个很好的方法去让你的钱work harder for you。现在我过了那个30年龄层了过后，我才觉得我非常后悔，为什么我不早一点去开始投资？因为那个时候呢，可能薪水很少，但是你从很年轻的时候可以投资的话，你就会有很长的一个 runway， 可以慢慢的让它 compound。其实我也是觉得我投资的开始的太迟了，因为投资其实讲的就是时间跟复利。复利的话，这个就是如果我20岁，其实我只需要用很少的钱，我去投资，可能到现在已经翻了很多倍了。那比起我可能35岁再开始投资，我晚了20年，这个时间我是没有办法去抢回来的。如果有了储蓄，有了应急金，然后有了保险，下一个步骤就是可以好好的去考虑要怎么样的投资，让你的那个储蓄能够增长。那你跟他们一样也是投资股票吗？也是要投资股票，可能周围的女生朋友都是这样的，我们会觉得 I'm very bad with money， 我对这种经济财务的东西不了解就不要碰，那样会导致自己越来越不想去碰，但是就要有一个心态的转变。我现在不会，不代表我以后不会，所以呢，我不需要跟别人这么一样的厉害，我可以从基本的知识开始，慢慢的学，还有找到适当的导师，有经验的导师去帮我在这一块里面可以有进步。欧巴，你最近很 muscular。要是你出去做 model， 一定很多人找你拍广告。嘿，那还用说嘛？最近我的肌肉确实是练得比较。我老婆会这样子称赞我，肯定是脑子里有什么想法了，对不对？不是啦，没有，因为我整天在家里少了一份收入，我在想，可能你可以打2份工。你这什么逻辑啊？要也是你出去外面工作啊，我在家里做直播已经够辛苦的了，你舍得吗？你舍得吗？你我想出去工作，可是我能够做什么呢？我已经帮你想过了，我们可以把其中的一间房间租出去，让你当包租婆，每个月收房租，那不是很好吗？零风险呢。Hold that thought. Look at me. Look at me. Looking. 我这么美丽动人又可口，怎么可以让外人进来呢？风险很大。啊，那这样子不行，那样又不行，那咋办呢？喂，这个是耳聋的风险啊！你看 How dare you！ 是的，这世上没有零风险的工作，也没有零风险的投资。我们都会听说嘛，高风险高回报，低风险低回报。巴菲特先生就说过，风险来自于我们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东西，不明白投资的项目、产品，而盲目投资，这才是最大的风险。无论投资在什么资产，我们都必须明白资产的特质。例如投资在股票上，我们就要弄清楚这家企业是如何赚钱，
谁在经营，明白这生意的风险、市场的竞争等等。所以不要隔壁老王说他买了什么赚了一大笔，你就冲着去买。那你就会问，那有什么方法可以更容易明白投资的风险？那就是投资在自己的知识圈。好比说瑜伽爱好者，你也许对瑜伽品牌或者用具最了解，那你就更容易明白这些企业的营业模式，它的企业的风险。或者是你是创业工作者，你是摄影师、设计师，那你就知道这些企业不能没有的软体。那么你投资在这些相关的企业上面，你就更明白这些企业的状况，可以做自己的独立判断。当我们把我们的投资的风险都掌控好了，我们就能享受相对应的回报了。那什么是相对应的回报？是不是高风险就一定是高回报呢？那可不一定。这图呢是著名投资者 Howard Marks 总结他对风险与回报的精华。长期的平均值来说，是的，斜线往上的线说明越高风险就越高回报。可是这图当中也补上另外一个关键，那就是风险越高的时候，亏损的几率也很高。因此，当我们趋向找更高回报的同时，除了最好从自己的知识圈下手，我们还必须做相对应更多的功课与研究，把我们投资的风险降到最低。老公，我问你，你的投资目标是什么？哎呦，我有很多种啊，有短期的、中期的、长期的，你要什么？长期？我在5年之内我要退休了。那5年后你才54岁嘛？不行，太早了。有什么问题？哦，问题可大了。那你老婆我到时候还很年轻，很多包包还没有买，很多 liposuction 还没有 suck，很多那个 skin 还没有拉，很多 botox 还没有打啊，我需要很多钱的。你5年内不可以退休，不行。OK， 我改成10年，好不好？那么你的中期目标是什么？哦，我2年之内呢，我要买一个高级公寓哦。卡基玛，你个笨蛋！你这不是买玩具哎你要拿什么去买公寓啊？哎呀，桥到船头自然直的嘛。那你的短期目标是什么？哦，我要在1夜之间成为100万富翁。有什么方法？早就已经想好了，我要去买多多博彩。你这个listening。如果我们一生中买1398万张多多彩票，我们就有100%的中头奖的机会。对啊，不是吗？listening， 也就是严格上来说，我们一生中可以看到 UFO 的几率比中头奖还高出4倍。You get it? You get it? 对呀，挺好的呀，我早就已经想过了，不可以吗？我当初嫁给你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你是个很好的投资，我以为你是成长股、绩优股、蓝筹股，结果你……老婆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想啊，如果我们先从我们的3维开始买起，这样子买下去就应该 OK 了，你知道吗？想问一下那个很有福气的大老板伟明，我很好奇，就是因为你是如何飞黄腾达？你是投资？这边很多专家，我不敢班门弄斧。不过我是听这个有智慧的朋友跟我分享的了，我就跟大家分享。他是跟我讲说呢，全世界的投资只有一种人可以赚到钱，他是什么人呢？他就是内行人。因为外行人就是只会看热闹，只有内行人才看得到门道。外行人开始投资赚到钱呢，一般都是悲剧的开始。你这样子，我哪里敢投资？天哪，伟明早就不要问你这个问题呢。因为很多人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，懵懵懂懂就去投资。那如果说马上烧到，马上怕到，那是好事。不好的话是他懵懵懂懂乱投资，结果赚到钱吃到钱头他会不会继续呢？他会继续重点是他是乱投资，不小心赚到钱的，那会不会花更多钱去投？肯定会嘛，对不对？
所以有些人就错把投机当投资，啊，那就是更大的悲剧。哦，等一下，你讲了这个重点字投机，因为投资 versus 投机，所以这个很棘手，很棘手。股票有很多种啦，因为有一些人就是选择那种快起快落的那种，然后赚那个差价的，这种人就是那种 glue 在那个荧幕的那种人啊，然后是投机的那个分量比较高的。真正投资的呢是长远的，好像blue chips 啊那些比较就是稳定的公司，他去投资。因为我没有投资，所以我也是很好奇，说很像你有提过说不用一直去看不用每分每秒去观察，是不是？可是它是经过一个怎样的时间点，你才知道赚了还是亏了，还是？我觉得跟科技有很大的关系啦。除了价值投资，你自己要了解那个公司以外，其实你要了解一下市场它有的 platform， 它有的是什么 services， 然后它可以给你除了你自己有一个 entry price 跟 exit price， 你也可以放一个，然后你要怎么运用科技啦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所以就不用一直盯着你的荧光幕，一直观察它的动态，更重要其实是要观察你买的是什么，它的公司背景。它的整个售卖，它这家公司的这个价值有多少？它有没有这个飙升的这个potential， 对不对？Emily 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？所以不用一直盯着。其实很多电影你都可以去参考一下一些电影，好像Big Shot 啦之类的这些电影很好啊，你可以去看。Wall Street， 对，这些都可以看。Leonardo DiCaprio， 很好。This Friday movie night， Emily Jennifer Sharon Au，OK？初学者来看一下这部电影。老公，我们对生活是不是太 relax 了？我们再这样 relax 下去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退休啊？退休，这个我有想过，我觉得我的退休生活肯定是充满着蓝色，有蓝色的海洋、蓝色的天空，还有蓝色的比基尼呀。我的退休呢是在巴黎开一家小咖啡厅，每天喝着咖啡，闻着花香，看着男人。什么看男人看男人的？不是，这是幻想而已。我们觉得呢，这样子继续幻想下去，我们很难实现这个计划。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开始为计划做准备？是该做准备，但是要怎么开始呢？首先存钱。存钱是对的，不过得要努力工作赚钱，然后才能够存钱啊。然后做投资。做投资也很好，但是得要先努力工作赚钱，然后才能够存钱，才能够投资啊。投资对了，就会赚大钱。要赚大钱，做有钱人的话，那也要很努力工作，才能够赚到钱、存到钱。投资对的项目，才能够变成有钱人呐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这个退休计划？老婆，听起来好像有很多个 steps 哦。没关系，喝咖啡来。有些人害怕失败，自我否定，虽然求得安稳，但也失去了成长的机会。无论你的能力是强是弱，你不行动，永远只能看到别人的成功。外面的钱再多，你不去赚，你的财富永远无法增值。如果你所谓的目标只是收在脑袋里的幻想，无论你每天想它千百遍，都永远不可能有实现的一天。只有当你根据目标制定计划，付诸于行动，你的目标才不会遥不可及。睡梦中也能赚钱，真的不是幻想，但条件是你在睡觉之前必须先奋斗一番。还有很多年轻人都认为投资需要很大的资本，结果因为存款不多就打消投资的念头，就想着等到存够了钱才开始投资。但是大家却忽略了，我们需要和时间做朋友才能累积财富。试想想，如果你从1000元开始，每年有20%的回报，
第2年你的资本就有1200元，第3年的资本就是1440元，第4年就有1728元，以此类推，这就是复利强大的地方。反过来，如果你选择5年、10年后，当你认为存够了资本才开始的时候，你已经损失了之前几年能够赚钱复利的时间了。因此，若你的目的是为退休做好准备，甚至是想着提早退休，你就更应该更早开始你的投资路程。Hello, I'm Sharon. I'm Darren, and you know what? We want to reward our Money Home viewers with some amazing bonuses and some exclusive behind-the-scenes videos. And Darren's bloopers. Plus, you stand a chance to win amazing prizes as well. So just click onto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or just scan the QR code to find out more. 对 ，CPF 可以拿来投资，legit。其实很多银行他们都有进去 CPF 做 investment。Special account 比普通户口高一些，就4到5%呢。如果你会善用这个利率，你可以在退休前成为100万富翁。